这一张图是在某个好像Newsweek还是什么的讲出来，是说全世界的核能发电厂的位置，跟全世界地层活动最剧烈的地方。说红线就是说这个时候地壳运动这种断层带，地壳运动那个最多的啊，所以说他就列出几个，就列出说就是这个应该是这2张是不一样的了哈。其实这2张应该是合在一起看。那个核能发电这个是没有地壳运动，就这个看比较清楚。你看法国有没有密密麻麻啊？但是美国画给他画这样子有点点那个了，好像100多个就对了啦。啊，法国的密密麻麻，日本几乎全部都是有没有？啊，台湾有了，台湾也是有一两个这样子在那个地方，然后还有韩国，那韩国事实上韩国最近对核能发展很有企图心的，应该很有野心的。对，韩国最近在那个福岛事件似乎没有让他们停止他们对核能的那种企图这样子，所以韩国还是很多。那这边是把它相对应起来，所以我们不是常讲说什么台湾有全世界最危险的什么核能发电厂吗？有没有这个新闻有没有常看？就是因为我们刚好落在这个地层带上面嘛，所以说不可讳言的，台湾确实是一个地震很频繁的东西。所以呢，现在就是我们要做个大决定，我们到底要完全抛弃核能，还是我们要拥抱核能？那如果是我们完全抛弃核能，事情就解决了，但是后面的经济问题我们要去解决它。如果我们要拥抱核能，问题又什么？你怎么样在这个的条件之下去做安全的拥抱？所以其实那种层次是很多的，你应该大方向定下来，下面才能继续往下讲对不对？啊，但是那个核能专家以技术的层面会跟你讲说，刚才举个就为什么女川核电厂没事，为什么是福岛核电厂出事？所以如果以福岛事件的原因来讲，地震引起海啸，但是真正的原因是海啸，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担心的是说，那台湾的海啸到底会不会哪边有海啸？那台湾其实有做，台湾最近有些团队在做海啸的那种模拟，就是因为这件事情之后，也有个中央大学有个老师，他刚好在国外就做海啸了，开始做。以前我在国外念书的时候，我们系上有个老师平常默默无名的，结果后来他是一个希腊人，后来福岛事件发生之后，他做海啸了，哇，我常常在电视里面，在台湾呢的那 Discovery 里面看到他被访问就做海啸了。台湾如果有可能发生海啸，会是什么地方，你知道吗？南湾那边因为海啸要有那个地形你要那种为什么海啸就代表说你今天那个什么那个越来越浅，那水就越积越多嘛，就得要越高嘛。你如果都是那种深层的沿岸，到这边不会什么海啸就打过来，就很大的浪打过来，就这样子就是说反而是什么那个我们的那个南湾那个核电厂比较有可能发生海啸。当然海啸原因是什么？你要看看那个地方地层的活动。所以呢，刚刚好菲律宾那个断层带也已经好几十年没有动了。所以呢，如果你真的要依照科学的观点来看的话，真的要先处理掉危险的话，应该是南湾那个。大家可以看一下，对不对？就是这样当然这边也是，所以以工程的眼光来看的话，你就是说你要不要决定要不要，这是一个理念的选择。那决定之后的话，就是技术性的选择了。好，我们来讲那个福岛事件福岛事件怎么发生的？福岛事件基本上我们讲叫做那个什么炉心熔毁，这是一个最严重的事情，就是这个反应炉。那反应炉里面，一般你的这是反应棒。那这是隔阻的东西，我们讲过说，如果你要让它关机慢慢减低的话，你就把隔阻拉上去，这个时候的话，它的反应就会 slow down 下来。但是没有办法完全那个没有，就可能过1-2个礼拜之后，确定没有反应的时候，我们再做一些税修或怎么样。好，这些都是我们的燃料棒。燃料棒基本上要永远都浸在水底下，液态水，因为液态水基本上就代表说你的温度是固定的嘛，不会超过，因为超过那个温度的话，在不同的环境下，超过的温度就会气化嘛。所以说你永远让它浸在液态水下的话，基本上就保持温度是这样子。但是呢，如果有一天你因为某种原因，你冷却装置失灵了，所以说这个时候的话，液态水一直被蒸发，变成气态。不仅它气态，等到温度高到离谱的时候，气化，那离解离变成氢跟氧，
这个时候里面我们大家知道嘛，温度越高，那个什么呀，温度越高，然后就那个压力就越大，就有可能什么呀，第一个炉心就溶解了，有可能更惨的是什么呀，会爆炸，因为里面压力太大就爆炸了。这就是什么？我们最怕的那个炉心熔毁嘛。福岛事件，它是一个典型的什么样沸点式反应炉，基本上它就什么样，因为九级的，你们大概也不知道9级多大、啊，你们应该那个9.1大地震里面有吧？有那个印象，9.1大地震多少？7级是不是？7.2嘛，你知道一级先差几倍，知道吧？是 log 的吧？10倍嘛，不是那种，不是说7级跟8级只差了什么10%，不是啊，是差10倍哈，对不对啊？所以说你看7.2级跟9级间差几倍，啊，将近100倍了嘛，对不对？不到100倍，就将近100倍了，你看 ，OK 好。9.0的大地震，当然它是在外海啊，不像我们是在基级嘛，而且基级地震是比较危险，是比较它是垂直，你知道吗？从那次之后，台湾出现很多垂直地震嘛 ，OK 好。所以说我们如果了解福岛事件的话，事实上。就是怎么样？就是很典型的炉心熔毁。那福岛事件已经算是当然以现在角度来看，它是旧型的，但它整个为主体的话，比如说像我们讲的那个车诺比事件，车诺比事件，苏联的那个的核能发电厂早期是没有为主体的，一旦坏掉的话，就整个这样子啊。但那是那个什么车诺比是比三里岛严重很多嘛？但是2、3年前又有个影片啊，车诺比现在变成野生动物园了。真的、啊、很多动物都回去，而且更多啦、只是人不敢进去啊。但是好像在 Discovery 还是 National Geography 里面，我忘记了，有一个纪录片是记录这几年车诺比的那个地方，很多野生动物都回去了。当然有个问题就是说，现在回去野生动物跟当初野生动物有没有一样？这是需要，就是说生态有没有改变？这是也是我们也要去探讨的，说生态没改，但是跟感觉到说，反而变成进去之后，反而生物的适应能力是很强的，它自然就会找出怎么去适应它这样子。车诺比跟三里岛本质上是不一样的东西啊，对啊，不一样的。车诺比，等一下我们讲，车诺比比三里岛严重多了，很多很多，对啊，它是整个炉心熔毁之后，然后整个暴露出来的，因为它又没有为主体。对啊，所以说基本上三里岛。等一下，我讲说三里岛官方的统计，没有人因为三里岛事件而上升。车诺比有，但是也是当天进去的少数几十个人。对，那事后的慢性的可能有几千人这样。但是当然一些环保团体他们不认为这样，他们会认为说后续都有好几十年才知道。等一下我们会介绍那个车诺比跟三里岛了。所以基本上大家应该很清楚为什么福岛1号。跟2号机它的怎么样？然后它的爆炸是属于轻爆，也不要去讲说什么核子弹爆炸，那个都有点讲那个东西会让人家笑这样子。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什么，看一下那个什么那个车诺比，那个核能事件的那个什么的那个分级啊，这个叫事件，这个叫事故啊。早期我为什么故意用这个呢？这个是之后的2个礼拜，他把它定位成第4级的。但是呢，现在他已经把它弄到第7级去了，就修正。我只是我是故意留着让大家知道说，其实有时候那种很多东西是要长期看的。然后现在比较讲的几个就是什么三里岛事件，还有什么那个车诺比事件这样子。就是那三里岛是因为现在三里岛事件等于说也不是太离谱，只是因为就美国嘛，美国人命就很值钱啊，一个风吹草动就怎么样。真正讲的很大的应该是什么？车诺比跟现在的福岛 ，OK 好，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几个的那个好，什么叫三里岛？它是呢炉心里面有部分熔毁，部分而已，基本上部分就是根本其实只是燃料熔毁，并不是那个炉心真的不像现在跟三里岛那样子，是整个炉心可能已经熔毁，然后东西都外泄了，它不是，它是在里面燃料棒有部分熔毁，好，所以基本上它是那个什么。燃料熔毁，但炉心并没有熔毁，所以说还是在里面。好，这是三里岛事件。你看，他讲说怎么样？圆心50英里范围的222人，没有人发生任何的辐射反应。然后呢，周围居民受到辐射，相当于进行1次 X 光的辐射而已。所以基本上，然后讲说
没有没有那个也植物也没有，什么都没有。他的意思讲说，基本上这是一个什么样？燃料棒 partial 熔毁，炉心没有熔毁，所以全部还是在这个反应炉里面被控制住，不是像这个东西是燃料炉已经有可能熔毁，事后证明有熔毁，然后这样子。然后呢，他跟你讲什么都没问题，但是因为这件事情，美国人对核能已经有受到很大的惊吓，对不对？所以基本上，所以呢，但是后面的收尾了哈，也是要10亿美金啊，对不对？就包括你要做很多健康医疗什么东西很多了哈。车诺比这就比较大，车诺比比较大，你看基本上就跟这个就是爆炸，这个就是都我个人这边的我就是说把它定位在人为上面，人为操作的一些异常，然后你没有去及时去做管控，所以变成说爆炸。就是说，就是整成氢爆啊，那氢爆和那个什么炉心就那个就倒开了啊。当然那个什么那个还有啦，最重要是它没有为主体，没有外面那个孔固力啊，所以一旦爆炸之后就 wide open 啊，所以就这样子啊，所以基本上全部里面很多的放射性物质就直接到空气里面来了。我们现在都还是间接到空气里面来，我们都已经给它被海体啊，这是直接来。所以那个时候原因很大哈，所以他是讲说基本上它没有为主体，所以变成说是直接那个，而且还穿越国界。我们看看它那个什么样，所以你要知道说，三里岛连那个什么反应炉的炉心都没有熔毁，只是在里面温度够高把燃料棒熔毁这样子，然后当然燃料棒熔毁在温度高排出来的东西就有外泄这样子。车诺比是它。炉心爆炸又没有为主体，怎么进去？它当然就是基本上他讲说，另外联合国这个是然后还有一些 update， 就是反正就是大概1万人左右。所以所以我的意思是讲说，我们要了解它的严重性，那了解之后还是一句话，回来做选择。世界上没有绝对好的事情，绝对上是只有讲说你要选择哪个是你要的，哪个是你可以忍受的。